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对于委内瑞拉这一场空战海战即将开打了吗？今天我们特别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第一个，川普现在正式的宣布了，这个委内瑞拉的领空全部给关闭掉。另外，他也大幅度的派出了各种的武器，不管是美国的福特号或者是 F-35在周边压境，现在可以说是开战的前奏。正式要开打了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另外也会关心到是委内瑞拉，它也不是软柿子，在它的周边部署了5000枚的遏制防空飞弹，再加上俄罗斯的苏30，能够这样子就挡得住美军吗？俄罗斯还会不会再加码武器给委内瑞拉呢？接下来，另外也会关心到的是美军封锁也拦不住因为委内瑞拉它的运毒快艇仍然是照样的跑，一趟只要完成了这个交易，可以获得10万美元，所以有很多的毒枭仍然在美军的眼皮子底下持续的做生意，美军根本拦不住他们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持续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消息，来自于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29号最新发言，致所有的航空公司、飞行员、毒贩、人口贩子，请将委内瑞拉的领空周边空域都把它视为是全面的关闭，是要真的开战了吗？另外，美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也搭载了 F-35，完成了部署。另外，还有2万名的美军全部都已经来到委内瑞拉的周边了。大家就在看说，立刻联想到当时2011年，美国也曾经宣布要禁航区，然后他就推翻了利比亚的格达费，这个被视为是先前设立禁航区的一个最新的开始。节目一开始，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川普这时候说要关闭委内瑞拉的领空，代表地面战马上展开了吗？是要复制当时特别提到了2011年美国推翻利比亚格达费的模式吗？委员怎么看？我认为开打是一定开打，但是所谓的地面战，到底是用空军轰炸、用导弹轰炸，还是直接的派部队？可能都有，但主要还是空军轰炸，因为利比亚当时就是用空军在轰炸的，就是斩首行动。这种事情，我认为他会做因为他有几个战略目的。第一个这个所谓的毒品这当然是一个短期的目标但最重要拉下马杜罗。然后第二个，这个警告所有的中美洲跟南美洲的左派政权，包括哥伦比亚，还有很可能洪都拉斯要选出来的也是左派，那巴西更是左派，所以你看巴西这2天都静悄悄了，不敢吭声，哥伦比亚就不再吭声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想要这个恫吓左派政权那个只有那个阿根廷那是右派政权，他很喜欢这样，然后再来呢，就是要警告所有跟中国跟俄罗斯太过亲近的政权，就说这是我的势力范围，我不容许中国跟俄罗斯未经我同意来这边做有的没有，包括“一带一路”这是。那委内瑞拉有没有能力？因为5000枚遏制防空导弹，还有加苏30，就挡得住美军？那是不可能的事，挡都挡不住。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是，就是委内瑞拉的军事领导阶层愿不愿意护着马杜罗到了可能被消灭的地步？我认为不会。我认为不会。他们跟马杜罗也没什么特别的关系，为什么要做这么事？对呀，所以他只要知道说不会去伤害委内瑞拉军队的利益，然后只是要把马杜罗换下来，换上亲美的政权。这个讯息很清楚，所以这些军官做样子是真的会誓死跟美军打，不会，美军也没有要打这些人。所以我们要先区隔开来。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战争会变成什么全民战争啦、越南战争啦，哎呀，那个距离太远。马杜罗在委内瑞拉也没那个行情不客气讲，也没那个行情。他的行情只是比赖清德在台湾好一点而已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没有好到哪里去。所以我认为这个委内瑞拉根本挡不住川普这个攻势这个距离差距太大了，太大。
好，美国要透过打委内瑞拉来控制住不管是亲中或者亲俄的政权。那确实，委内瑞拉现在马杜罗是立刻赶快用上了遏制的武器。我们要来看到这一场武器上面的对决，到底悬殊有多大？委内瑞拉来看到它部署了超过5000枚的遏制真 S 的防空飞弹，在它的山区跟城镇构成这个多层的防空火网。另外，在空中还有包括了这个真 S，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款飞弹嘛，射程6000公尺，采的是红外线的导引，主要能够防的就是低空的攻击，被视为对于美军很明确的一个警告讯号了。另外呢，美国还派出了另外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战机苏30进驻加勒比海，美军南方侦察的特战行动也经常会在这个地方来出没。那美国更是增派2500名的精锐部队以及海军的装备。虽然说知道他不可能打赢，但是这些遏制武器能够稍微挡住川普发起的进攻吗？俄罗斯有没有可能提供更多的武器给委内瑞拉？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啊，现在大家都谈到的就是这个真 S 的这种防空飞弹，这种就是人吸式的防空飞弹，也就是我们看到啊，美国它所使用的刺针防空飞弹的俄罗斯版，那它的拦截的距离呢不远，就是6公里。那但是呢，它有5000枚，这个数量就很可怕了。它如果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话，不可怕。可是它如果集中在某几个地区的话，那我们这样讲啊，那以这个战斗机如果遇到这种飞弹的话，实际上来讲，它就是啪啪打这个火焰弹而已。可是火焰弹也会打完的，打完之后就其实反制的方式啊就很有限了。所以我们讲到说，看他如何的战术运用才是最重要的。那至于说苏凯30如果对上的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F-35的这一种逆中战机的话，基本上没得交换率的。那因为他们其实是不同世代的一个产品啊。那不同世代的战机其实就几乎等于没有交换率。但是这件事情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其实中间透出很多诡异的部分，因为其实这个川普总统他直接的用他的 Truth Social 里面讲说，关闭领空。其实关闭领空的意义也就等于是现在已经进入了交战状态，而且他的关闭领空并没有这一个安理会的授权，是他自己就这样说了。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新闻报道，那个也就是路透社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么一件事啊。然后他们去把这个问题，也就是关闭领空的问题，拿去问这个五角大厦，五角大厦不回应，所以这件事情透露的古怪的部分，也就是川普到底又是晚上睡觉，然后突然一时兴起就关闭了，还是他跟他的国安团队有进行过相关的讨论呢？不过我们之前看过这张图啊，这张图也就是当初宣布了，在2025年，就是今年的10月30号，那到明年的3月31号，他把这一块区域其实实际上是关闭的。那这关闭呢，他说他要做各种的军演。那其实我们上一次在节目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长期的行动？果然啊，现在已经有媒体爬梳出来，就是按照美国军方的文件的话，其实美国军方预定在这个加勒比海啊待到2028年。他们是透过所有的这一个相关的国防部合约，也就是购买这些副食类，也就是官兵总是要吃饭的嘛。那买的这一些食材，它的合约其实是到2028年。那也就是在川普任期结束前呢，那他们都会有大规模的一个军事存在。而且我们觉得，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宣布啊，那但是他的舰艇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其实他现在舰艇状态，我们看到这张图啊，是是11月28号，也就是罗德代堡号船坞运输舰，它其实并不在加勒比海接近
委内瑞拉的一侧，它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它其实位置在于美属维京群岛的圣克罗伊岛这里进行整补。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虽然大家都认为海军它有一个很独特的特点，可以透过海上的这个无论是高线传递，然后进行整补，或者是海上加油。但是真正最容易整补的，而且对于这种大型的水面作战舰的话，它需要的是靠港。因为如果靠这个高线在那边传递的话，其实花的时间非常多，那而且可能会受到干扰。那我们讲到这些啊，现在川普一心一意的，他就是拿一些理由，也就是拿这个是不是他们现在直接的用军事企图的方式。可是我们之前啊已经看到，无论是洛杉矶时报，现在又多了这一个华盛顿邮报，都不断的提出质疑，说这个方式不但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美国国内的法律。好，这个军事企图的方式，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但另外一方面，能不能真的对于这个打击毒贩有效呢？现在看起来也是没有效的。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消息，委内瑞拉的这个运毒快艇仍然确实是照跑不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最新也揭露了说，这些快艇啊有一些特征，包括了长度大约是40英尺，然后它们是由玻璃纤维打造的，而且还有巨大、超大的马力发动机。现在呢，不断在几个重要的地点，包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还有委内瑞拉海岸线上运送价值7000万美元的毒品货物，一趟成功能够赚进10万美元，难怪这些毒贩持续在美国眼皮子底下继续赚钱吗？杨老师怎么看？我们现在看美国总统川普在委内瑞拉所做的军事上的这些集结、训练，甚至封锁，多半大部分其实蔡委员讲的没有错。我们从比较是战略的角度，或者是整个区域地缘政治的角度，认为他其实在防止整个区域在向左转，希望你能够就是维持偏向美国、亲近美国。那更进一步呢，希望去排挤中国大陆在这个区域对美国影响力的渗透。那我们看到洪都拉斯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最新的结果是中间偏右，川普支持那个候选人取得领先。也就是当他在对委内瑞拉做封锁的讯息做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洪都拉斯的选民也接收到那个讯息。那现任的执政党是中间偏左的，那结果他的3个候选人里面得票率最低。那这是川普的用意。但是我也觉得，如主持人所问的，反毒这个议题是不是真的也是他在针对委内瑞拉行动当中一个诉求？我觉得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他表面上是这么讲。对，主轴是不是这个如此？其实对他而言不矛盾，因为川普上来的时候2个事情其实大家应该都记忆犹新。第一个，对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过程当中，他其实增加了一个芬太尼的议题。对，那芬太尼议题跟中国大陆无关，因为中国大陆这是出口原料，那是你自己这个贩毒集团的这种运用。但是后来你看11月釜山会议的时候，中美在芬太尼上面有一个合作的空间，也就是中国大陆对原料出口可能会更进一步的限制跟管制。所以这个是他针对毒品在美国的泛滥。毒品在美国的泛滥的程度，我就不需要多讲了。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你看到搬一个家，你随便那个厨房底下的柜子一打开，新搬进去，通通都是一些毒品吸毒的一些用具，司空见惯。那然后呢，2月份的时候，Rubio 美国国务卿又把一些国外的贩毒团体列为叫恐怖组织。这个是第一次这么做的。他在法律上把它列为恐怖组织的时候，他采取的行动以及跟外国的合作或者是施压就不一样了。那以前贩毒团体是针对你看有那个 DEA 就美国的这个反毒的这个组织。那至于美国内部的这个帮派，像是内部的拉美王国 MS-13，就是拉美王国是南美洲，然后 MS-13是中美洲。那太阳集团这个是委内瑞拉的集团，哥伦比亚也都是，所以他从陆路还是海运过来的这些毒品其实真的是一本万利是没有错。那他对于这些委内瑞拉的毒品的这种反制那当然会不会因此造成美国毒品的这种就是受到影响？那我觉得毒品这个问题在美国真的是春风吹又生啊。对。
你再怎么弄，其实还是有市场，因为那个市场需求量还是很大。所以我们看看他接下来会能达到什么效果。如果马杜罗愿意承诺在毒品上做限制的话，说不定这个事情还会有个下台阶。否则的话，他还是会采取一些行动去针对委内瑞拉。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